剩下的一些工具啊就比较杂了，但是呢，有的工具啊真的也比较坑，我就不太好具体分类了。比如说这个是给皮革起毛的，想象中它是能把边缘很整齐的给搓毛，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太软了，很不好用，而且这个的磨砂力、切削能力很差啊！你指望它去起毛，还不如砂纸蹭一蹭的。这个装针的小桶，看着挺好看啊，也挺高级，黄铜的、檀木的，但是应用起来不好用，还不如自己做个小拆线板，用起来非常好用啊。这个可买可不买。然后这3样，平口钳啊，这是钱宇的，这个是这个是这个的啊，这个是什么 N-Tools 啊，然后这是最便宜的。从功能上来讲都是一样的，然后从实际使用上来说，这个就挺好用啊，工厂什么都用这个，一个是便宜，第二它耐造啊，然后在这上面一定要贴块皮啊，不贴皮的话捏起来会有褶皱。这个呢还行吧，不好不坏，但是300多块钱。优点呢就是看起来很酷炫啊，缺点呢就是它有时候感觉夹不紧，它这个机械结构导致损失很多力啊。钱宇的这个是我目前最常用的啊，也还行，100多还是200我忘了。然后这个钳子有个什么缺点呢，就是它这个钳子基本上没什么缺点，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这个螺丝用着用着就松了，所以它这个口会有时候会闭不紧啊，错位啊，但是这个错位基本不影响啊，然后稍微把它紧一下就可以了。除此以外，钱宇这个没什么大毛病，这个200多，这个230，这个300多啊，这个就是个颜值党最喜欢的，实际用起来不是太好用，因为它这个口有点宽，有的时候一些小空间啊，这个就是颜值党用的。这是关于平口钳。然后关于打磨啊，因为咱们在邮编的时候经常会打磨嘛，常用的也就是这些。这是 3M 的各种木属，这个我不是特别喜欢用，为什么呢？它经常容易被堵塞，就是用几下就不锋利了，需要拿生胶块去除那个里头堵塞的那个粉尘，不然的话它就不锋利了。所以这个东西好看样子货，拍照当道具还可以，但是不怎么常用。然后第二呢，这个做支肉革好用，是因为它背面好用，正面不是特别好用。然后还有就是德国勇士的那个贵啊，而且也不是太好用。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韩国白马的啊，这是木工用的砂纸。木工用的砂纸它这个排泄力很强，还有呢它这个也挺锋利的，也不贵啊。然后砂纸一定要配合这种木块，这个是我直接用双面胶贴上去的，打磨的时候特别的直啊，不像手是有弹性有弧度的，打磨的时候效果或深或浅，它就没有那么直啊，也会这样去使用。比如说铂金盖头里的那个圆孔，我就会把这个伸进去啊，这样一点点去打磨啊，用个筷子也可以，这个是玩织柔的那些人用的那个打磨棒啊。好，关于工具呢，大概就是这些，还有一些缝线的工具我没有去讲啊，还有邮边的一些工具啊，还有一些其他的工具，在实操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去讲啊。然后所有的工具呢，我都会给大家列一个表，包括价格啊、名称、推荐品牌啊，回头我会把这个表发给大家，大家跟着这上面去买就足够了啊。